很多 YouTuber 都很在意哦，就是它这个对焦到底是不是很快。那当然，大家可能会把它跟目前Sony ZV-1 来做比较，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对焦速度。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哦，相信你可以在影片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那假设把我的手这样遮住，然后放开5秒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在倒数计时。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一个人自拍，有很方便的时间。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台相机的原因，就是在于，就是说它很容易捕捉到你的脸，它的人脸追踪的部分啊，声音追踪的部分都做得很好哦。有的人是喜欢用摄影来做生活记录，那有的人呢，则是因为工作需要呢，需要很多细节更为丰富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影片。当这一台镜头可以换的 Lumix G100 出现的时候呢，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那剩下很多的镜头呢，还有 Olympus 的镜头，还有很多徕卡的镜头，它是可以透过转接环直接扩充在这台相机上的，所以它的扩充上呢，这个技术也不是太复杂，很轻松就可以把你的相机的画质再做进一步更高级的提升。当我遇过这台相机的时候呢，它有赠送一个徕卡的定焦镜，这当然是我非常喜欢的定焦镜，还有我的另外一个赠送的电池还没拿到手。等我拿到了之后，我会很快的时间之内呢，再做另外一支影片介绍给大家。从我8月24拿到了当天呢，到9月1号，目前使用的状况呢，我是非常喜欢这台相机的。我喜欢的一些特点呢，我直接用实拍，然后附上文字说明的部分呢，把它一些内建的很好的一些功能直接实拍给大家看哦。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所以我并不想用那个很艰涩的一些规格啦，或者是拍照技术的一个组合来告诉大家。在官方上的规格介绍的话，我直接把链接放在下方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刚好隔天就是我们家的一个聚餐哦，那所以呢，我就先在室内做了低光源的拍摄。感光元件的大小呢，就会跟画质息息相关。那尤其在低光源的地方。当你垂直拍摄的时候呢，它影片就是垂直播放。那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呢，非常快速上传到 IG 大概就是这个垂直的格式。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有在手机上来遥控我的相机，然后呢，有像这个白平衡啦、ISO 啦、EV 值的一些调整哦。那我的相机数据呢，也会显示在我的手机上面可以一目了然，非常方便。然后呢，我也不用担心说，因为距离很远，不晓得现在相机的设定是如何。那当然，我也可以用我的手机来进行拍摄哦。我就是用它内建的闪光灯来进行拍摄。那我有另外再买一个补光灯，那这大概台币600块。那我把链接放在后面。它相机内建有22种滤镜，大家也可以试着玩玩看，很有趣哦。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人来到户外哦。首先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它录影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格。大家可以看到呢，我的脸到哪里了，它照片就追踪到哪里。然后呢，所以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那假设把我的手这样遮住，然后放开5秒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在倒数计时。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一个人自拍，有很方便的时间。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柔肤啦，然后有滤镜啊，那这是3景功能哦。那当然它还有很多的部分的这个倒数计时的时间可以调整啊。这是它的这个4K 照片哦，我是把它关掉的。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它会很容易追踪到我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台相机的原因，就是在于，就是说它很容易捕捉到你的脸，它的人脸追踪的部分啊，声音追踪的部分都做得很好哦。它的转盘上有非常多种模式，然后这是 ISO 一个快速调整哦，然后录影键呢，它做得很大，而且是红色的，你不会按错。然后摄影键的地方，然后另外一边呢，这个是观景窗，还有这个电子显示器一个切换键，还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快速的传输。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这边还有打开的时候就会看得到，它这是有内建闪光灯。
有时候有很多场景哦，我们都需要闪光灯来补光哦，所以它这个内建闪光灯是很棒的。它最高可以录制呢是 4K 30p，Full HD 的部分呢是1080是60帧。另外呢，它还有 4K 照片哦，这是非常特别的。它的这个触控式萤幕呢，它有184万的画素。那像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前方的这个景色的每个细节哈，还是一样都很清楚的呈现在你的眼睛前面。像上面这个观景窗的部分，这边有个感应器，当你的眼球一靠近的时候，像这样，眼睛靠近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到观景窗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影像。那假设我的手指离开，就像我们的眼睛离开观景窗的时候呢，它就会立刻切换到荧幕这边来。现在把场景移到河边的公园，然后我的身旁呢有刚好是马路的地方。那我现在测试这些声音的模式给大家听听看，就是说在有很多不可控的一个因素会发生的一个环境之下哈，它的收音状况是怎么样？因为 Loomis 强调呢，它是用Nokia 的 OZO Audio 它的一个这样的技术，它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之中依然可以录到全真而且立体声的一个声音表现。当你站在镜头前面的时候，它就自动开启了人脸追踪还有声音追踪的模式哦，所以你人脸到哪里，它的声音就追踪到哪里。那你可以看到你的荧幕上面看到呢，你的人脸旁边有四方形的方格还有绿色的符号，就表示它已经开始在追踪了。那我现在把模式呢开成是 surround 的部分呢，它就是从周遭所有的一切的声音它都会收进来哦。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虫鸣鸟叫声哦？因为我现在是在河边，而且舞室上有好多小鸟哦，它的声音应该是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大家听起来如何呢？那我现在呢把模式改成是 front 的部分，就是从前面收音哦。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在模式改成 front 的模式之后呢，不晓得它的声音表现会是如何呢？我现在把模式呢改成是 tracking， 就是追踪模式，所以当你的人脸到哪里的时候呢，它就会追踪到哪里。当它有这个人脸对焦跟声音对焦的符号一出现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声音追踪目前是不是有成功。所以现在听到的呢，就是在追踪模式下的声音表现。听听看哦，我现在依然跟相机保持是1公尺以内的一个距离哦。那我现在开启的模式是 back 的模式，那不晓得开启这个后面哦 back 这个模式之后，听起来的声音表现是如何呢？大家可以听听看呢，我现在是用 Rode 的无线麦哈，我佩戴在身上，然后呢收音给大家听听看。当你在户外的时候，你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我还是习惯呢带着一个这样的无线麦在身边哦，以备不时之需。那以免因为可能一台摩托车经过啦，或者是有人讲话的声音，就干扰到你拍摄的一个状况。那我现在是在14楼的顶楼，完全没有遮蔽物，所以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呢。我现在是用 Rode 在收音哦，那不知道这个声音听起来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那重复一下哈，我现在是在14楼的顶楼，完全没有遮蔽物哦。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现在是4K 30p 的一个拍摄模式哦。那画面呢是比刚刚的部分呢还要再小了很多，有一个画面裁切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没有选择买它的这个手持棒，而是用自己另外的这个自拍棒呢？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自拍棒拉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画面会明显的变广啊，所以可以制造一样是一个景深深，然后一样画质又很好的4K 30p 的一个影片效果，还有一个拍照的一个效果。我们要购买器材呢，最主要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经常性的需求哦。这补色灯呢，我选的这个是它直接打开之后就可以去调节它的这个电量大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可以控制这个地方，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灯光大小。然后呢，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它是可以控制这个色温，因为有时候我需要拍照的地方，它的灯光如果是黄色的，就可以把它调整平衡一下，然后把它关掉。好，那它这边是用Type-C 的这个充电，所以是蛮方便的。然后以上呢就是我 Roomies G100 7天的使用心得，那希望你还喜欢，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留言在下方，记得点赞并按订阅，这样新的资讯你才不会错过。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